今天呢，我就来开箱一下莫广的 New Cerac 系列。你如果写在旁边侧面的话呢，基本上就都不会不见这样子。它标榜就是它的盒子呢，就是可以当它的磨刀座，它是有附一个修正用的底石，这一块就是莫广的一个特色啊。这些胶呢，它会包覆着刀刃，所以在你在接触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研磨的不只是接触到磨刀石的这一个点，自清能力很好，我觉得它就铁屑不太容易会卡在这个细缝里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。我们今天又来介绍磨刀石了。在之前影片我们有讨论过，其实一般家庭呢不会想要买非常多磨刀石，毕竟磨刀石蛮重的，而且买起来也是需要一些钱这样。那如果买很多块的话，其实蛮浪费，而且蛮占空间。像我自己的磨刀石其实就超多，如果真的说我比较常用磨刀石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些这样子。这些磨刀石是我比较常用的磨刀石，其实一般家庭使用到番数1000跟3000哦，其实就非常够用了。可是2块买起来其实也不少钱。如果说以认知黑木来说的话呢，一块也是要900、1000这样子，那买起来2块就大概要2000块这样子。所以我就一直推荐大家买那种2种系数合在一起乘以1块的磨刀石，刚好我就提到一箱磨刀石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开箱一下莫广的 New Cerac 系列。其实它包的还不错啊，上面还有这种泡泡纸。它其实蛮有趣的是，它都是盒装的，就这样一盒这样。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，它就是装在盒子里面，它有个塑胶的外盒这样子。然后它比较有趣的是，它的磨刀石呢会是这样子，它中间有一块板，有一块塑胶板这样子隔起来，有一块塑胶板。它就是2块磨刀石用这样子粘在一起，这样子，上面有写 Made in Japan， 日本制的，就不是国外 OEM 代工进去日本的。先把石头放一边，好，这个也是底下有气泡纸保护它。那这就是它的盒子里面，然后附一张说明书，教你要怎么用，这样子。比较有趣的是，它有附一个这个，它是有附一个修正用的底石，这一块就是莫广的一个特色啊。对，那我们把它打开来，有一个说明书，教你怎么样去修正。这个感觉是比较粗的吧？这块修正石其实非常的小啦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拿来整平你的磨刀石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不够用。不过它可以拿来修边边，或是修一些重点部位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上面就有写说，这是要泡水的一个石头。莫广的这个 New Cerac 系列是它最新的陶瓷底石系列，之前有 Cerac 啦 ，Cerac V， 然后现在是 New Cerac。会做成陶瓷底石呢，其实目的就是因为希望它的消泄力更好一点，然后能够更耐磨一点，不要那么快就消耗掉，所以它就出了这个陶底。因为莫广的底石之前一直被大家诟病，就是说它消耗得很快。那我觉得其实跟它的那个研磨的手感是有关系，他们就是喜欢这样子的研磨手感，所以并不是说呢消耗得快就是不好这样子，消耗得快有它的原因。那现在市场主流大家都蛮喜欢陶瓷底石啊，就是认知黑木出来之后呢，大家疯狂的就是喜欢用陶瓷底石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另外一个蛮贴心的设计就是它这边会有写它的系数。对，写在侧面，一般很多都是写在正面这边，写在正边，可是这边一定会磨掉，到时候这个字一定会不见嘛。如果你有在磨的话，这个字一定会不见。那你如果写在旁边侧面的话呢，基本上就都不会不见，这样子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就把这个写在侧边这样子。我自己以前写在侧边这样子，这真的贴心很多，因为大家都是以前都要自己写，然后现在就帮你印在旁边这样子。这一款的系数呢，就是1000、3000的。那如果以一般家庭来使用的话，这样子1000、3000的系数就够了，你就只需要买这一块。对，那这一块也会比买2块陶瓷底石还要便宜。那这样子，因为它其实比较薄，那其实可以看到说它的厚度就真的差很多啊。这块我已经用这么久了，都还有这个厚度。在业务上来用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不够用。如果餐厅啊、专业厨师或者是真的刀具的爱好者，他就会非常常使用磨刀石，这样子的厚薄度可能就不太够，就可能要去买那种单颗比较厚一点、比较大片的吧。那它标榜就是它的盒子呢，就是可以当它的磨刀座这样子。因为它底下呢其实就是有这个防滑的、有止滑的，所以其实蛮稳的。这样子推其实蛮稳的。这个盒子呢还有另外一个功用，就是拿来泡石头，还蛮有趣的吧？这也可以在里面装水，然后来泡石头。这块塑胶板其实跟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，以前的版本呢是这边有挖小洞，两边都有挖小洞。那现在就是只有这个洞，旁边有这个防水的槽，可以让水直接就是从这边流进去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它，因为它这边贴的也是蛮紧的啊，这边
它这边贴的也是蛮紧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的可以防水。对，然后它石头摆有一个方向性，对，因为它这边会摆这个修正底石，它这边会摆这一块小石修正石，对，所以它只能这个方向摆。如果这个方向摆的话呢，就会摆不下去，对，就会摆不下去这样。然后卡进去之后，其实真的是蛮稳的啊，这样子磨起来看起来是蛮稳的。因为你磨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这么用力啊，所以这样我觉得是蛮稳的。这卡在里面它也不会晃动，对，它这个完全基本上是不会晃动，这设计很不错，我觉得。它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有一个孔。用完之后啊，你要把石头晾干的话，你就把它挂起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磨看看这块石头啊。那我现在就用这个来泡泡看石头。既然要连这块都要使用的话，我就把它放进去一起泡好了，放进去一起泡。我想要先磨1000的这边，所以我1000的朝下，先把水倒进去。可是我好像倒太多，石头下去一定会满出来，把它倒出来一点。啊！靠，桌子还是湿的，算了，还是要垫一块布才行。我都还是要垫一块布，比较保险。放上来，然后1000的，1000技术的朝下。这样有没有泡到？应该有吧。这样好像是泡到一半，这好难掌握哦。这好难掌握，我到底要倒多少才完全泡到？一半吗？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建议他下次就弄一个刻度，可是石头会越磨越小啊。其实画刻度好像没什么意义啊，因为毕竟你用久的时候越来越薄，这样子。因为垫一块布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啊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你鞋慢慢放进去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整个可以泡到啊。说明书上面是写说要泡5分钟啊，那我们就让它泡5分钟吧。其实泡的时候我有看说，它其实好像不太会冒泡。就跟一般软石不太一样，就跟刃黑那些的一样，就不太会冒泡的一个陶瓷石。那我们把它翻开来，翻过来一手，那应该是泡好了吧？那我水就留在下面，我来泡另外一面3000的这样子。那就等于说你是在磨这边的时候，你就顺便泡下面这一块。它这个做的还蛮好的，你看左右晃，前后晃，它这个塑胶部分都跟底下卡蛮近的。这让我觉得蛮惊讶，通常都会晃一下，通常那个公差不会做到这么刚好，那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看我们今天是要磨什么？这是我妈的菜切啊，她蛮惨的，对，因为你也知道婆婆妈她并不是非常会去保养她的刀子，因为我爸磨刀是那种粗细数，就大概200多300的磨刀石，都已经烂的差不多了，都缺角缺的很夸张，刀刃这边都，所以好，我们今天把它恢复一下，今天我们就试用它这个底座到底好不好用啊？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般家庭可以这样使用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用这块磨刀石。那台湾有一些卖人会写说这块石头可以磨轻质钢啊、白质钢啊、超级轻质钢啊、SG2 的粉末钢啊。那我是不是很确定？因为我没有用过啊。那我们就用用看。因为这是一块全新的磨刀石，所以在用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们要先把它的边先把它稍微磨一下，因为它这边可能切割的时候呢，还是会有一些凸出来，你摸的话其实会感觉有一点点边缘会刮手，那这样可能会刮到刀子。对，如果你刮刀子是很漂亮的刀子的话，它可能会刮到刀子。对，这边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这块修正石，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。它这块修正石现在就派上用场。那我们就把它磨一下。你看到它就是有磨下来的痕迹啊，对，所以这块修正石其实蛮利的，比想象中吃石头还吃得很快。那我把它稍微洗一下好了。其实可以看到说它旁边这些水啊，你如果加水的话，它还是会流出来啦，所以并不会说都从这个洞，还是有溢出来的机会啊。对，还是会有溢出来的机会，并不是说全部都从这边跑掉这样，底下还是要垫这一块布才行。那我们就来开始磨这把刀吧。对，那这把刀其实它是有一点生锈了啦，感觉得出来，是没办法，把它磨一磨。那其实可以感觉到它削切力是很好的，你看
很快就有那个出来了，就是磨得很快，你看，一下子这边就磨到一个程度了。然后它这个锯齿状部分还在，我们先主要是处理掉这个锯齿状的部分。这样磨起来其实蛮稳的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施力蛮用力的。照理讲，这种锯齿状啊，这边的锯齿状应该是要用低系数的，可能用300的来磨。那我就试试看它1000到底消切力怎么样。那我觉得它手感其实蛮软的，蛮舒服的啊。我其实蛮喜欢的磨感，就感觉不会像认知黑木这种石头就是非常非常的硬，那可以感觉到它的阻力跟回馈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出浆蛮顺的，它还是会出浆，不像认知黑木基本上都是铁屑而已。对，它还是会出浆。会出浆的时候，其实比较适合新手来使用，因为它可以帮助研磨。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磨的时候呢，刀子上面会沾到浆，这些浆呢在接触石头的时候呢，它会包覆着刀子跟石头接触面，所以刀子呢并不只是跟石头有接触而已，你的刀子呢还有跟这些浆接触。在研磨的时候，它会提供你一点支撑力，然后还有一点研磨性，这样子。这些浆呢，它会包覆着刀刃，所以在你在接触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研磨的不只是接触到磨刀石的这一个点，这一小点而已，它是会有这些浆也会帮忙做研磨。对。所以对新手来说呢，会出浆的刀其实会比不出浆刀还要好用很多。然后如果太干的话，一定要加一点水哦。那这种石头其实不太需要加很多水啊，因为它自清能力很好，我觉得它就铁屑不太容易会卡在这个细缝里面。所以我从刚刚磨到现在，我觉得整个磨感都没有差很多。不会说变得很滑这样子。那像认知黑木的话，是需要用复活底石来复活它，把它清干净，或是用刷子把它清干净这样子。那我可以看到说，它现在这个锯齿状的部分基本上已经被我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剩下这边这前面有一点点锯齿状，这前面我觉得超难磨的，因为它是圆的一个状态。基本上是 OK 的，剩下前面这边还有一点点。其实用1200可以这么快磨到这个状况，我觉得也还不错啦。代表说，其实一般的家庭是可以使用这块磨刀石来做很多事情，就是譬如像这么严重的刀子，它都可以处理的，对不对？那把缺角崩口的地方处理完了，那我就开始把它磨砺了。基本上1000这块石头我已经磨完了，然后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是真的稳定性很好。它真的稳定性超出我想象中的好。那现在我来磨磨看3000的部分，把它转过来。对，它两边都很蛮准的。这个我必须说，它塑胶成型的技术很强。一样把旁边稍微磨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它的刀刃的抛光度在哪里，是这样子的哦。那我们来磨3000，和这个出浆一样很快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磨不够久啊？我觉得它3000的抛光，3000的确磨的看起来改变是有的，可是好像不是非常明显。对，上一块磨刀石的痕迹好像还是有一些。那我就再磨一下看看咯。3000的部分，我觉得磨到后来就稍微有一点点会吃不太动的感觉，就感觉力度没那么好。3000的到后来，我觉得它吃石头的速率就有一些下降的感觉。我们把石头清一下，可能铁屑就已经卡进它的毛细孔了啦，就可能磨的时候感觉力度就不够了，消切力就不好。所以我们用这个修正尺来试一下，试试看能不能让它恢复它的研磨性。我们把它当做复活底石来使用看看。好，稍微洗一下。其实用手就感觉出来好像有差，我磨看。哦，
整个差蛮多的啦。这块等于有点像是刃黑的复活底石这样的概念。事实上就差蛮多的。对，用那个修正再弄过一次之后，就差蛮多的。整个刀子的状况就差蛮多的。我就大约磨一下，其实我没有很认真的磨它。那我们来试看切纸吧。他刚刚是觉得没法切的啦，那个超惨的。对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这个还是有点卡卡的，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磨。对，切纸没什么问题。我自己个人感受是，它的磨起来的手感是蛮好的，不会像刃之黑木就是很硬，然后感觉不太到摩擦的感觉这样子。虽然它削切力很好，那这个我觉得削切力也还不错。那我们试试看用这把，这个是介绍型，这把是 VG10的钢材 ，VG10稍微会硬一点，这把也是被操得很惨的刀子，也被磨得蛮可怜的。也要用纠正尺把它稍微处理一下。好，磨磨看吧。1000系数磨起来是蛮快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换3000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已经磨完2把刀，因为大家普遍觉得说木广石头就是比较软，比较容易耗损比较严重。那我们等一下来测试看看它到底耗损有多严重。其实就是边边，因为我实力方向的关系啊，边边有一些磨损，然后中间这边磨损。对，那其实看起来还好，我觉得它不会磨损的很严重，就是有一点。看一下，就这边磨差不多了，再确认一次哦。这样就修好了，所以其实还蛮快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摸这个边角就知道啊。我觉得它耗损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。那这一块石头，我觉得它削切力其实还不错，但没有刃之黑木这种非常非常硬的磨刀石这么的好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以一般家庭来说，你不需要像刃之黑木这种完全不出浆的石头，新手来说会用得很痛苦。那一般不是很常磨刀的人的话呢，也比较没法掌握到它的手感，所以这种会稍微出浆的石头呢，就蛮适合一般家庭里面用的，而且它其实耗损也没有像一般木广石这么严重啦。削切力基本上我觉得会比其他的软石、其他的水石还要更好一些，毕竟它是一个陶瓷石啊，对，它陶瓷石就应该要有一定的削切力，它的硬度是比较够的。我是觉得木广这个 New Select 系列呢，它兼顾了削切力，它削切力还不错，然后它也兼顾了所谓磨刀的手感，然后它会出浆，所以也会帮助研磨。以新手来说，我觉得这一块手是可以的。就是如果你是餐饮课学生啊，或者是你是一般家里面的人，不是很常磨刀的人呢，这一款其实很够用。对，它的磨刀手感是好的，磨刀效率也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有附这个修正底石，就可以把它当做复活底石来使用。如果当你觉得说磨起来的时候感觉太滑了，然后洗也洗不掉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去刷一刷磨一磨，其实就可以大幅度的恢复它的削切力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蛮贴心的，你不用另外买，你任何还要另外买一块。这块是1000、3000的一个石头。木广其实它有4款，就是有2种系数在一起的磨刀石。那像这个话呢，就是荒底加中底，就是1500啊、280的系数在一起的。这个呢是800跟320的，那这个也蛮适合一般家庭来使用的。如果你刀常破损的话呢，800跟320的话，其实你家里面也是够用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3000、1000的，对，这个是我最推的一个系数的组合啊。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，对，它是1000跟6000的。要用到6000以上系数的磨刀石，其实你可能刀只要在 VG10钢材以上会比较适合啦。那我们今天试的就是先是这一款1000、3000的。那我在那个时候在想说，为什么会有1000、6000这样的间隔啊？中间可能要再磨个3000或者4000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有些人可能家里面本来就有其他石头了啦，可能家里面本来就有一颗3000的石头的话，或者是说像你这种1000、3000的已经1000的耗损差不多了，而且3000的还在，那你就可以再买这个1000、6000的，这样跳过去呢，其实你就有1000、3000、6000这样子。越低系数的时候，它耗损的速度会越快一点。
那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我现在有成立一个 LINE 的社群，那大家可以到资讯栏里面去找 LINE 社群，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人，我们常常都在讲些屁话跟讨论实物的东西，虽然屁话比例蛮高的啦。不过认真的东西也是非常认真而且专业的。那欢迎大家一起去加入我们的社群来讨论。那今天先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